大家好，我是米可老公。家里有一个爱打鼓的老婆是一个什么样的体验呢？今天上房建瓦，明天敲砖砸墙，反正就是闲不下来。今天李叔过来送东西，又被他拖去砸墙了。这次的旧屋改造，老婆从设计、选材、施工，都是亲力亲为。我知道家乡的这一砖一瓦一直是他的一个念想，所以从2021年我们就开始计划回到家乡建设老婆心中的世外桃源。整体构想老婆已经设计完成，希望通过我们一点一点的努力，将梦想照进现实。这两天现家的楼顶干得差不多了，今天开始砌墙，墙砌好就可以拆模子了。大家好，我是米可。这个墙用的砖是我们以前提下来捡的旧砖，至于要把这一块拆了重新砌呢，原因是以前的墙它是有很大的裂缝了，已经不能再使用了。村里的人呢就说我们这是多此一举，但是呢我是觉得很有必要的。一呢是因为安全，二呢村里人也不知道我这房子究竟改出来做什么。这个旧房子在这闲置了差不多快20年了，经历岁月的洗礼，没改造前呢它顶多就是堆堆杂物，改造好后呢我们将赋予它新的使命。麻雀虽小，但是我想让它功能俱全，上下我都配备了卫生间，这样我们在乡里的生活会更加舒服便利。冬天再也不用上个卫生间就得穿一次衣服，还得顶着寒风跑10几米。像我跟我老公每天不洗澡就难受的人，再也不用隔个1-2天就开几10公里回我们另外一个城市的家就为洗个澡。我还给他配备了一个小厨房，虽然我妈做的饭菜充满了小时候的味道，但是呢我更想让家人吃上有营养、干净、卫生的饭菜，所以呢这个小厨房会按照我的习惯、喜好、功能去设计它。我喜欢喝茶、泡茶，所以我还设计了一个能让自己放空、可以安静品茶的茶室，点上熏香，做点茶点，泡壶好茶，3、5好友围炉而坐，而非把空闲的时间浪费在麻将桌上。虽然我爸一直说我这些是不切实际的高果仓，也抱怨我对这个房子的设计很多根本没必要，因为这些小设计给他增加了很多工作量，还开玩笑的说这些活必须要给他涨工资，一点点活让他做得蹩手蹩脚，但是行动上却很自觉。从没干过工地的老公，现在也晋升成了一名熟练的小工，有活干活，没活钓钓鱼，周末辅导孩子作业。我们一家人随着这所老房子的改造，其乐融融，欢声笑语，少了城市的冰冷，多了沟通与奔头。我相信未来一定会越来越好。约好焊屋顶的师傅今天又没来，那就继续砌我们的墙。今天的任务是室内功能区的划分，这个位置是阁楼下面的卫生间跟小厨房。有粉丝说我们的墙体太单薄，怕支撑不起现胶的重量。大家看一看底下的结构够不够结实。其实这个厨房我是真的觉得有点小，但是没有办法，它的面积只有这么大，一个人操作还行，拖一个人进厨房，这个厨房就显得很拥挤了。改造这个房子，很多人跟我们提意见，有让我们把厨房修到室外的，有让我们不要厨房的，外面临时搭个灶就行，有让我们把这房子拆了重建的，有觉得我们是瞎折腾，直接搭个棚就可以了的。反正大部分的人都觉得我是吃饱了没事干。但是随着每天工期的推进，改造一点点的成型，现在都在说这个猪圈又变成了小别墅了。就像很多事情其实它都有两面性，有说好的必然就有人说不好的。我妈呢也是一个典型的农村妇女，不管外面说的是什么，她总习惯又给我们复述一遍，情绪也总随着别人的言语产生变化。什么进度慢咯，这点房子几天就弄好了哟，什么别人又在外面说什么什么咯，情绪的变化总让我觉得我妈的更年期还没有过似的。别人说什么又跟我有什么关系呢？我就是拿1年2年时间来改造它，又跟他们有什么关系呢？我改造我的房子，分配利用我的时间，进度快慢，设计风格我说了算，这是不是很讽刺？其实人在哪里都一样，我觉得只是在农村里面有这么一个群体，喜欢吃着自己的饭，操着别人家的心。其实这也不奇怪，毕竟乡村的娱乐活动相对比较少。大家说是不是这个理呢？旧房改造的工期已经进行到2/3，现在正在砌的是阁楼的卫生间墙砖，墙的另一边设计的是一个砌墙衣柜。我爸听完眉头一皱，啥？买个现成的往那一放不就行了吗？用砖砌多寒酸呀！主要是我爸也没见过它长啥样啊。把位置定好，我让我爸先把砖牙留出来，看着留的砖牙，我爸又在说我了，买个衣柜往这一放不就得了，净给他整事儿，搞货仓。改造这段时间手套磨破2双，我爸说我娇气，因为他干活从来不戴手套的。我笑着回他，我这双手戴上手套就是男人的手，摘下手套就是纤纤玉手。化身衣服，化了淡妆，我依然是朋友眼中那个十指不沾阳春水的优雅女人。说这句话的时候，我老公应该不在场，在的话他现在应该会飞给我一个白眼。开个玩笑，化解一下此刻的尴尬。
说话之间，卫生间的墙已经快砌完了。我们改造的这个老房子，应该是我们村里面积最小，但是卫生间最多的房子。我爸现在砌的是7墙一柜，外面设计了一个宽10公分的小型置物架，方便收纳摆放一些精致的小物件。然后半物架与外墙之间有设计一个隐藏式的收纳空间。最后我们来看一下改造后阁楼上面的功能区划分。这里楼梯间上去是一个卫生间，然后衣服收纳，然后床的位置，最后这个片区是一个整体的收纳空间。走你！1、2、3，我打个手套，要不要？妈妈不说的。哎呀，我这个游泳池还是非常喜欢。最后一块瓦装上去，让我们看一下整体的效果是怎么样的。我们自己设计、亲手改造的这个老房子，终于进入了抹墙阶段。一大早，我们拿回来了一车细沙和1吨水泥。师傅来的特别早，细聊之下才知道，这原来是我爸20年前的朋友，所以活给我们做的特别细致，特别是墙顶与树脂瓦之间的缝隙，收得特别漂亮。抹灰之前，每面墙我们都用水枪用水给它湿透，这样才能使砂浆的吸附力更强。室内因为要开槽安装水电，所以只做了1层打底跟澡瓶。等水电开槽，然后安好管子，然后我们再来做第2层。室外也是做了2层，但是我没有要求收光，面上只做了澡瓶，还有粗砂板，稍稍收一下就可以。抹灰我们水泥加的稍微多一点，预计的1吨水泥1吨细沙可能不够，又叫了1吨。房子不大，整整抹灰抹了2天都还没有抹完。我们这边水电开槽的师傅特别紧张，好几家都在排队等他，所以今天能抹多少是多少。先把水电做了，然后师傅再回来帮我们继续抹。然后今天就是这样，感谢你的耐心观看，我们下期再见。旧房改造第43天，约了1个多星期的开槽师傅今天终于过来了。沟通好水电的位置，师傅拉上他的工具1顿猛如虎的操作，墙上一道道槽就已经开好了。我爸也拉上他的锄头，把预埋水管的位置挖好。今天是4个师傅操作，我负责指挥和摄像，我爸负责水管挖坑，然后清理战场，最后修补墙面。开槽的师傅负责开槽，然后预埋线管，水电师傅负责定位，然后接水管。师傅们都说我这房子虽然小，但是用到的材料一点都不少，开关位置多，插电位置也多。正常农村1组线就可以走完，我们却走了3组线。没办法，谁让我们电池比较多呢？厨房的电饭煲、微波炉、电冰箱、烤箱、净化器、压力锅、空气炸锅，还有破壁机，都需要插座的位置。下池的投影、监控，各个地方都需要电。房子室内外的氛围灯、照明灯，我爸不停的剪，我在不停的加。各种用途都考虑进去了，争议最大的空调插座，最后还是没有给我安。没办法，后期吊顶的时候把插座接到顶上吧。我是一个细节控，所有的细节我都想让它尽可能的完美。看到粗糙的位置，我就想这样弄弄那跑跑。老公今天想出去玩的，叫我定好位，不用守着了。太了解我爸是一个嫌麻烦、图省事儿的人。我如果不在的话，他肯定给我改的很简单，只要能照明，1根线他绝对不跟我留2根线，1个插座也绝对不会同时给我留3个插座。因为他觉得我的那些氛围灯的位置以及预留的多余的插座都是没有用的。不知不觉今天就在边讨论边操作的过程中度过了。今天的任务是室内所有墙面跟地坪，就是干得快的很，加了2遍水才干得快的很。室内后面不做乳胶漆，所以我给师傅嘱咐的是能收多光收多光。楼梯的膜也拆掉，方便师傅操作。天气原因，墙面有一点干湿不均匀，墙面洒的水一会儿就干，用水枪尽可能的多洒一点。阁楼墙面磨好以后，快速先把楼上的地坪打了，这样我们就可以专心做楼下了。楼上地坪收光的同时，楼梯抹面也同步进行。这个跟我爸有很大争议的楼梯最后成品出来，效果我还是非常满意的。大瀑布陡，造型也契合空间，同时还能满足收纳。看下成品，给个特写。我给你看嘛，这楼梯好看嘎。今天的时间紧，任务重，所以我们全家都齐上阵。楼梯刚做完，我爸就已经开始在做最后一遍地面草坪了。抢时间呀，因为外面好像已经开始飘小雨了。加油！这会儿只要手上没有活的人，全部都参与了梯会的行动当中。
人多干活就是力量大，不到1个小时地面就打好了。有一个师傅收工，其他人转战室外。室外这个地方我本来是不打算做地坪的，考虑到我爸已经为我妥协了那么多次，他的考量也有一定道理，这个的设计在水泥地上也能实现，所以就这样吧。小屋的主体改造已经完成，接下来我们要把小屋旁边这块空地利用起来，打造一个小花园。第一步，先把小院的杂物全部清空。经久累月，上面堆积了各种树根、竹根，清理起来特别麻烦。像这种几百斤的竹根就有10几堆，耗时2天，挖坏2把锄头。是不是烤烂去了？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最后一吨也被我们清理出来了。边清理边拿120车呀，时不时的还有翻车现场。小花园打造第4天，今天的任务是砌小鱼池的造型墙。造型我准备融入旧房拆下来的小青瓦，量了一下宽度，1/8墙刚好合适。整个小花园的造型墙我都用的是这种老砖，因为喜欢它身上的沧桑感。这种岁月的沉淀可不是做旧能做得出来的。还没砌到一半，就感觉砖不够用了，所以老公推着他的3轮车满院子找这种老砖旧砖，一车车推回来，然后我才给他修整出来。屋前屋后，哪怕是埋在土里的旧砖都给它刨出来了。这下做造型墙应该够用了。这个是歪的。砌到合适的高度，再把瓦片镶嵌进去。边做边看边整理，所以说呢，速度就稍微慢了一些。看一看天，今天应该砌不完，就这样吧，明天再继续。这几天1楼的厨房跟卫生间瓷砖已经贴好了，现在正在做的是橱柜。开了个，橱柜全部都是用瓷砖做的，现在整体的框架都出来了，再差几步就可以完工了。老房正在持续改建中，如果觉得对你有用或者喜欢，就点个关注吧。连续下了2、3天的雨，今天稍微晴一点，继续垒墙。同样的，最下面砌1/8墙，墙砖砌法其实有很多种，最窄的6分墙，接着12、18、24，这几种墙都是最常用的。这个位置砌1/8墙是因为墙面宽度跟小青瓦的宽度一样，方便我做造型。砖砌好刚好是2层1/2墙的高度，然后再依次码上小青瓦。这里是要做2个造型的，这个高度爬1层小青瓦其实是有作用的，并且后期院子做好了，这一层瓦是看不见的。很多人就会问，那既然看不见，其他有什么意义呢？它的作用就在于里面虽然看不见，但是外墙看得见。再有一个，下大到暴雨的时候，瓦片与瓦片之间的缝隙就会变成一个渗水层，这样花坛里面那些需要控水的根系就不会沤坑了。除了内置的排水系统，再加上花坛的外墙渗水，就算下再大的雨，我也不用担心我的小花园会变成一片汪洋了。刚砌到这个地方又下雨了，看来今天又只能休息了。今天的任务是把这一小段的小青瓦花墙垒起来。当初留下这堆小青瓦的时候，我就知道它肯定有大用处。家人想到的都是我会拿来干什么东西，但是肯定没有想到我是拿来用它做装饰的。同学听说我想要几个轮胎，今天特意开车给我送了几个过来。人美话不多，水都没来得及喝一口，卸下轮胎就又走了。当然过程少不了我家老头这个技术指导。我说这个小花园我要亲自打造，所以这段时间我家老头就愉快的喝茶去了。虽然我的手脚没有他的快，每天回来的时候看到进度还是会说啊，又高了一截呀。本来我是想把这个造型墙砌到木桩的高度，但是所有人都说这个高度可以了。
哦哟，只剩3%了。最后大家帮我看一下这个高度可以吗？今天是旧房改造的第59天，小花园的进度虽然慢了点，但是也在有条不紊的进行中。最主要的原因是我的手脚太慢了，再加上之前脚受伤耽误了一段时间。昨天同学送过来的轮胎，今天立刻就可以用上了，嵌在墙上，既可以造型，也可以当花盆用。固定镶嵌对于我来说还是稍稍有一点难度的，折腾了快1个小时，砌了一个半成品。我家老头实在看不过眼我这个速度，还是决定帮我完成剩余的工作。对于我这种随性砌墙全凭感觉、率性而为毫无章法的行为，嗤之以鼻。这是我老头砌的墙，工工整整，横平竖直，砌之前的定位、拉线、红外线，我是一样都没用啊。所以我家老头经常说我想一出是一出，虽然说能砌，但是一点都不规范、不专业。我看都不咋可成，哪儿是专业的？你看我的轮胎砌的还是可以噻，等会喊老汉来把轮胎给我重新砌，再砌高点儿。怎么说呢？师傅就是师傅，我砌1块砖的速度，我爸就已经砌好5、6块了。无论从速度、专业、工艺，都是直接的实力碾压，你不服都不行。有了我们家老爷子的亲自上阵，速度直接牛车换汽车。小院正在持续建设中，感谢您的耐心观看，我们下期再见。因为今天安排的工作量比较大，上午我们要把所有院墙全部都砌完。砌好右侧的院墙，再把之前的造型墙补一补，让整个院墙看起来更协调。今天我既是小工也是指挥员，跟我们家老爷子配合的也算很默契。材料送来的也很及时，刚用完马上就给补上了。砌完后我们继续砌墙，到这里院墙造型工作马上就要完成了。好，那块不砌，那块不砌，不砌，往高头垒。吃完午饭，我开始清理埋在土里的草根。土太肥了，里面的草根也太多了，只挖了这么一块，盘出来这么多草根，这个草，要不给它弄完了以后，整个花园就完蛋了。清理好草根后，我们开始往院里填土。这个土是我们家老宅基地的土，离小院大概有20-30米的距离。小院虽然看着不大，我们大概会填了差不多20-30车。会填的土，我们要沿着这根出水管的坡度找平，然后再把它夯实了。再静置1晚上，明天就可以打地平了。然后今天的视频就是这样，小院正在持续建设中，我们下期再见。旧房改造第62天，原计划是今天把小花园的地平打了，我爸踩了一下土，今天打不成。土面还没有完全夯实，让它再下沉一点，不然地平做出来会有空鼓。土回填后，这个鱼池就有点矮了，顺手给它加一层。剩下的泥浆给它抹到墙上，别浪费了。用点草灰把种植区划分一下。我爸计划是地平全部打完以后再砌花台，这个操作让我瞬间想起来了混凝土上种红薯这个梗。想想这么肥沃的腐殖土要被埋在混凝土下面，就觉得特别的浪费，所以用小青瓦给它隔开。隔断造型我用的是2层小青瓦，这样既好看又耐用。再灌入水泥砂浆，等它干透以后跟砖头一样特别结实。需要砌砖的地方还是得我爸上。没砌多久开始下雨了，还有几桶和好的灰，给我爸打个伞，想着最快速度用完它，结果雨越下越大，没办法只能收工，明天再干咯。继续砌昨天因为下雨未完成的花台。早上起床看见我爸的小叔叔不在，就知道他肯定去街上喝茶去了。这个南也偷不成了，只有自己砌了。现在砌的这个花台要种3种植物：哈墙的风车茉莉，做造型拱门的蓝雪花，还有我老公指定要种的一棵葡萄树。接下来砌第2个花台，这个花台是双层造型，外围这一圈小青瓦的高度是准备拿来种草莓的，这圈规划的也是3种植物，计划种的是蓝莓、牡丹以及爬墙的百木香。来，快吃午饭的时候，我爸回来了。快来，指这么低调，不要小他回来了，我就能偷懒了呀。剩下的花台交给我爸来砌了。估计我爸心里现在应该在想，早知道晚点回来。其实只剩2岩砖了，
午饭前我应该是可以完成的，但是看着我爸回来以后，我感觉就干不动了。今天晚上下，只有明天才打的可能。我爸看天气预报说今天还要下雨，昨天也是上午大太阳，天气好的不得了，下午下雨。花台砌好了，就等老天爷再下点雨，让地面的泥土再下沉一点。需要硬化的地方我都已经隔出来了，这个空间是留着做洗衣台的。浴池旁边的长椅跟花台等硬化后再做。今天就先这样，下期再见。今天的任务是把砌好的花台和浴池抹上混凝土。浴池内部先粗略打一遍底，等混凝土蒸发期间，我们开始抹旁边的花台。花台上一遍混凝土就可以了。想要把花台抹得艺术一点，所以我们收的是幅度的角。抹好后，我再用毛刷给它拉毛，刷出河沙的颗粒感，再修整一下边角的幅度，这样在造型上它就不会显得太硬。混凝土干后呈浅灰色，后期搭配上绿植，它就会显得很温柔。只要后期不搭配大红大紫的花，混凝土也是可以做出高级感的。现在浴池抹第二遍，这一遍要求里面全部收光，后期再刷一遍纯的水泥浆，就能起到防水的作用。浴池外面再画一个造型，嵌上我们昨天从河沟里面捡回来的石头，装饰一下，让它显得不那么单调。外围用旧砖砌的花墙，我做了保留，没有抹灰，这样小花园就会有一种错落跟层次的感觉。再把门口的花台也抹了，这样小花园跟旁边的房子就能形成一个整体。中午阳光正烈，我爸说太晒了，明天早上一大早再打地皮，所以下午凉快的时候，我们先把栅栏做了。栅栏我们采用的是经过防腐处理的竹子，这样的造型简单好看，也方便爬藤植物造型。整体看一下小花园，大概的风格已经出来了，搭配上高低错落有致的绿植，已经可以想象到它成品后是什么样子了。就再把篱笆下面填上混凝土，今天就可以收工了。感谢您的耐心观看，我们下期再见。小花园终于可以做地面硬化了，现在是早上7点半，早点动工，免得中午顶着大太阳会晒成肉干的。用桶提还是太慢了，这是老公推过来的独轮车，下次效率就变得高了很多。就到这里，老公负责运输，老爸负责找平，我来摊开。半个小时，早上和的灰就用完了，还有一小半的地面没铺上，于是接着再和一堆。所有痕迹中，我最怕的就是和灰，这个可是个力气活呀。灰和好了以后，我们接着干。水平找好以后，老爸开始抹平收光，我也开始洗石头，准备做门口的地面造型。先在小花园的门口正中画一个圆，然后老爷子把周围抹光，我用石子在旁边拼出要用的花型。爸忙着地面硬化的收光，没注意到我拼的花型，一脚给我毁了，也没想拿着石头就往里贴。这对石头大小不一，没有按拼好的花色摆的话就很难看，于是我又把石头撬出来，重新把花型摆好，再按拼好的花型顺序，一颗一颗把石头嵌进去。嵌好以后，老爸再来收尾。花型做好，我们再把墙旁边的小排水沟做起来，这样下雨的时候，路面上的雨水就不会溢到小花园里面了。小花园做了地面硬化以后，看着清爽多了。这时，老爸开始第2次收光，第3次收光，第4次收光。傍晚的时候，我用钢丝球把石头擦出来，免得水泥完全干透以后就擦不出来了。顺便用锯子把竹篱笆修平，不过用力过猛，手割到了。小花园正在持续建设中，感谢您的耐心观看，我们下期再见。小花园的地面混凝土经过2天的硬化，已经可以稍稍承重了。今天可以把最后一块花坛砌起来。老爸给别人做活去了今天，所以我这个2把刀瓦工师傅又开始砌砖了。没有红外线，所以先用砖摆出形状，好后就直接开始砌了。这一点距离的直线误差应该不会太大。这个空心砖就是比小红砖好砌啊。这里规划的是一个高低花台，花台外面设计的是一个座椅，座椅呢也是很简洁的，上面搭2块防腐木就可以了。很多人都是把花台砌好了以后再决定里面种什么花，到最后种出来效果就会有一点杂乱。其实设计一个花园要对植物有一定了解，你所选的花是喜阴还是喜阳，根系长还是短，植物喜欢碱性土还是酸性土，把植物的色系、习性区分开，就会得到更好的管理。很多花友不了解这一些，习惯性的把所有的花种在一起，这样适合的花会长得特别好，不适合的花就会枯萎掉。关于植物这方面，后面再给大家分享吧。到这里花台就砌好了，砌好花台就开始整理土壤，这些土都是很肥的腐殖土，但是用之前需要把里面不能分解的东西都清理掉。然后今天的视频分享就是这样，我是米可，感谢你的耐心观看，我们下期再见，一击吊顶。
这个位置是我们计划的储物间，先用方钢把承重框架做出来。房子的整体空间比较小，所以要合理的利用造型，把闲置的空间完全利用起来。储物间的承重框架做好后，在框架的底部钉上方条，就可以开始吊顶了。吊顶材料我们选用的是仿木纹的集成墙板。第一个原因是实惠，再者它有一定的防火防潮效果，也能起到一定量的隔热，款式也比较多，可以定制。我们这里定的就是原木色的木纹，因为房子的主体我们保留了混凝土的原色，本来的调调是偏硬偏冷的，用原木的色系以及配饰，后期的软装以及灯光，这样整体感觉硬度就降下来了。这个位置太窄了，先贴隔热膜再吊顶。因为老爸没有吊过这种顶，花了1个多小时我才让老爸明白这个顶怎么吊，开始很慢，掌握诀窍以后就很快了。看着老爸已经熟练掌握吊顶技巧，我开始贴其余部分的隔热膜，因为尺寸问题我得边贴边裁剪。老爸一个人搞不定的，我还得帮忙。虽然这个顶吊起来比较简单，但是用到的工具却很多。今天我就跟陀螺一样不停地转，不过想要的效果还是出来了。然后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感谢你的耐心观看，我们下期再见。今天继续我们的室内吊顶，先把木条按尺寸锯好备用。锯好的木条用钢钉跟自贡螺丝固定在方钢上面。这一面顶因为是吊的斜顶，所以房顶的钢架我们刚好可以利用起来做龙骨。小阁楼上面需要做平顶，沿着斜顶上来，刚好把上面的水平找好，再把固定扣板的边条钉起来。小阁楼平吊的边条做好以后，我们就可以装斜顶的扣板了。这个扣板定制的很长，所以一个人是没有办法操作的。屋顶与地面的最高距离是4.6米，搭了架子，这里属于高空作业。好在龙骨安装以后，扣板安起来就比较简单了，只是手一直举着，比较费手和腰。昨天贴的隔热膜有7、8块裁的比较窄，边没有粘在方钢上面，加上昨天的太阳很猛烈，没有着力点就脱落了，今天给它补上。如果有小伙伴想用隔热棉隔热的话，一定要注意这个小细节。然后我们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我是米可，老房正在持续改造中，感谢你的耐心观看，我们下期再见。花坛磨好混凝土，鱼池做好防水，今天也开始泡水了。接下来就是给花坛自制田园营养土，先把从地里搬过来的大块土敲碎。哎，我一直以为你家自己睡嘛。我家是20多岁。是打我。挑土的过程很欢乐呀，有说有笑的。算明白村里人干农活的时候为什么喜欢扎堆了。原来人多干活可以解乏。啥土？接着我们开始配比营养土，先放百菌灵保护植物根系，防止病害。接着依次加入珍珠岩、蛭石、煮熟的牛羊粪、泡发的椰壳、椰砖、少量的颗粒有机肥，再将这些材料跟田园土充分的混合均匀，这样一份自制的田园营养土就制作好了。和了1/3，再把刚才的材料依次加入，把剩余的土混合均匀。村里种了一辈子地的人都过来看热闹，几棵花花草草啊，这收的待遇也太高了吧！哎，咋说呢？以前的花是种在泥土里，现在的花是种在营养土里。你不呵护它的话，它真的会嗝屁给你看的哟。把拌了半天的营养土填进花台，天就已经黑了。那今天就先这样，我们下期再见喽。今天继续把所有的地台以及小花园的桌子腿都砌完。大厅这个地台砌得比较密，老爸说这样做用起来更结实一些。地台砌好以后，我们开始砌小阁楼的床台。大家都知道我们家那个吨位有点重，所以普通的木床它基本上都用不了多久。再加上这个区域已经定型，基本上不会变动，所以就大胆尝试用砖头砌床。后期把板材铺上去的话，会有一点点像悬浮床的感觉。中间的床架我们用的也是砖头，统一高度，后期面板铺上去以后，这个床就非常结实了。这个床，哦，你就睡不来了哇。花园我摆了个造型，我爸硬是盯着地面看了半天。改造房子，我爸说的最多的话就是你脑袋在想啥，净展现稀奇古怪的东西。其实传统的东西稍稍做一些改变，无论用途还有实用价值都会得到提升。我做的像你差不多，那儿就行了。大哥，老子爬了高头去嘛！等一下嘛。
高了哈。现做的东西就是好，可以现试，不合适呢就可以马上改正。这个桌腿我加了一个小柜子，中间可以加2个置物架，方便放置一些以后育的一些小苗。这个位置背阴通风，刚好合适。厨房正在改建中，今天的砖就先搬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今天的主要任务是给这个地台铺板，鞋柜内嵌瓷砖，还有地台所有需要抹灰的地方抹灰。这2天的天气急速降温，明明已经是夏天了，却感觉还像在过冬天。多层实木板铺好了，老爸开始给收纳空间上灰，我也帮不上什么忙，所以拌土给花园最后一个花坛种上花，刚好也可以暖和暖和。田园营养土的配方前面已经说过了，这里略过，需要看的话可以翻前期的视频。中途老公看了一眼，老爸已经开始贴鞋柜的瓷砖了，我还是继续拌我的土，种我的花。这棵是啥子？凤车茉莉。是那种爬藤的，是不是？我期待种下的风车茉莉能爬满整扇墙，经过这里的人都能瞬间有好心情。嗯。把这个把下剪了。跟老公捡花枝的时间过来看一眼，我爸把鞋柜外面的瓷砖也贴了，挑掉重新抹灰，因为鞋柜是半隐藏式的，然后再出来给风车茉莉做造型。就这样忙活着，1天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老爸的工作也收尾了。每天一点点变化，今天的视频就先分享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这撒下的草籽长得太茂盛了，也到了该是给它修剪的时候了。修剪下来的草呢，也可以做堆肥。小花园的循环系统就算是打开了。这几天老天爷的脸就跟娃娃似的，阴晴不定，这雨说下就开始下起来了，所以这几天一直都是做一做停一停。好，就这么锯。这个缸子我是准备做鱼池造型用的，画好线让爸帮我切一下。弄出来就好看了，你就晓得了噻。我爸边切边骂我败家子。你在切啥子呢？啊？你在切啥子？鱼值得龙骨噻，就造一些。缸子切好，我们就可以开始对着鱼池做一个流水造型了。边角留了一定的空间，这样太阳特别大的时候，鱼儿也有遮阳的地方了。下午要送孩子上学，所以今天只能完成一个大概，剩下的细节工作只能明天再做。不过感觉还是出来了，大家觉得怎么样呢？小满一过就到了插秧的季节，今天带着老公夏天插秧。我也是第一次插秧，什么都不会，也只能跟着老一辈人依葫芦画瓢。哪个在？我也不会摘，老汉看他哪个摘。你居然不会摘？我从小到大，我从来没摘过杨子的哇，这个也是我第一回摘杨子。第一回摘杨子哦，生活在农村，居然没有下过地啊，羡慕吗？生活在农村，居然没有下过地。我们那边是啥子？我不晓得哪个摘嘛，是因为我们那边都是旱地嘛，啊，不种水稻。哎呀，不废话了，下去摘，快点。你会不会摘嘛？我不会摘。那你不会摘，我也不会摘噻。还学噻？那学中间有个老师噻。来，老师来了，搞快，哪儿来了？老师傅啊。那个老师。你走噻，嘿嘿嘿，看个了。这个插秧有啥子说头没得？不晓得。啊？不晓得，没插。哦，我忘了你这是人生当中第一次插秧，嘎？啊？好像要插到这里，哎，不对，插错了。插好一点哟，你这要是插不好的话，
2天瘦的时候没得米吃哦。少废话，我回去查。啥子？多块钱？不知道是天赋还是农民身上的基因，其实插秧好像也不难嘛。谁知盘中餐，哎呀，粒粒皆辛苦。我在那里的，我在那里走稳。夕阳西下，结束一天的劳作。今天的视频也就先分享到这里。如果有时间，大家也回家帮父母插秧吧。今天叫了朋友的挖机过来帮我们修路，这条路是通往我们之前老宅基地的，大概有个10来米的长度。计划是等我父母现在住的那套房子退掉重建以后，把这接近半亩地的老宅基地好好利用起来。目前利用闲余时间，我们先做基础建设。闲置的地里面埋着很多大石头，所以清理起来比较麻烦。不过刚好可以利用起来修缮旁边的排洪沟。开期工作的时候我也没闲着，清洗鱼池，准备做最后的美化工作。2个小时路面平整以后是这样子的。干完活，朋友走了，在平整路面的时候，我发现旁边有很多这样的苔藓，铲回来我刚好用得上，把它种在鱼池的造型上面，就会自成意境。苔藓种好了，感觉是不是一下就来了呢？井造好了，把流水的管子也给它美化一下，就这样搭在上面也确实不美观。之前做栅栏剩下一些防腐竹，简单给它设计组装一下，一个滴水造型就做好了。做好后我们安装上看一看，尺寸位置都刚好，再试一下流水的效果。挺好，换个音乐我们来感受一下。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旧房改造的整体已经完成，接下来就是陆续进行装饰工作。这是前几天到的一张太师椅白坯，今天就来给它打磨安装一下。包装拆开以后，把每个配件都细细的打磨一遍，仔细检查有没有需要修补的地方，尽可能的把所有木料都打磨光滑。如果条件允许的话，不建议买白坯，没有耐心的话会打磨到你怀疑人生。商家有配送白乳胶和胶锤，但是你想体验动手的快乐，这种经济又实惠的白坯那是值得入手的。打磨好以后，按照组装说明书一件一件再把它装订起来就可以了。每一个衔接的地方都给它挤上白乳胶，组装好以后胶水干透就非常结实了。装到一半的时候，我爸回来了，看得出来他也挺喜欢装这玩意儿的。这张太师椅打磨组装一共花了3个半小时，成品出来还是非常舒服的。现在就是等胶水干透，给它上木蜡油了。昨天做了一个简易的木工操作台，约的木工师傅一直在给别家做活，也不知道多久来我家做，所以我决定我们还是自己做吧。我爸没有做过木匠活，但是害怕我受伤，所以硬着头皮上。这是我们昨天做的床，工艺上虽然比不上老木匠的榫卯结构，但是当一个钉子木匠，我觉得还是合格的。接下来我们就开始做楼梯下面的储物柜。由于我们家一块田已经打好了，所以我爸帮我扯好架子以后就下田插秧去了。然后明天开始我爸要帮我幺爸干几天活，所以剩下的就得我一个人自己做了。操作台我也重新设计了一下，感觉这样子我用得更顺手一些。坚持着方法永远比困难多的信仰，遇到的所有难点都一一给它解决掉。本来数学就不好的我，
还就是想要挑战一下这人生当中的第一个柜子，我能不能给它做起来？各种尺寸，各种裁。虽然工作的还不专业，速度呢也不快，做柜子的方法呢也不一定是完全正确的。反正嘛，就是捣鼓嘛，大不了就是废几块板子，再不济最坏的结果也就是木匠过来拆了给我重做而已。抱着这样的思想准备，这个柜子从无到有，一点一点成型，而且看上去还挺像那么回事的。大半天的时间没有锯坏一块板子，尺寸呢也计算得刚刚好，发回来看着都被惊了一跳。今天就先到这里，明天再继续。接着上个视频没有做完的柜子，这一期我们继续。标准的柜子呢其实挺好做的，怕的就是这种不规则的，明明裁的每张板子尺寸都是正的，但是放上去以后不是这大就是那小，这个三角就来回返工了好多次，到最后我觉得尺寸已经不重要了，直接比着来，哪里多切哪里，感觉能用的工具都用上了。终于在经过无数次修边以后，这块三角的篱板安上去了，接下来就是给柜子的隔层加固。老爸这会儿也下班回家了，救星来了，我终于可以喘口气了。如果说上面的三角是很难的，那这个柜子的柜门就更难了。原本计划做4个门，但是我又仔细的揣想了一下，根据我目前的这个半吊子水平，4个门已经超出了我的能力范围之内了，所以最后呢，由4个门决定只做1个门，左边这个门的位置直接固定，因为楼梯下面魔龟都没有找平，楼梯口也出现了3-4公分的误差，最后给楼梯敲掉了2公分，板子才放进去。现在是板子虽然放进去了，但是板子的角度又出现了误差，所以又是不断的修正。现在我的脑袋里都还是1公分、2公分，整了好几次都不想做它了。好在不管怎样，结果是好的。看着水平仪的线终于对上的那一刻，之前被这块板子折腾的情绪一下就没有了。这就算完成一半了，还有一半，继续加油。没有了楼梯的阻碍，这块板子明显的快了很多。门板切割好以后，开始安装荷叶，买的是弹力荷叶，用手绢在面板上挖个洞就可以了。然后这期的视频就先到这里，手转没有电，我们下期再见。没电啊！做成了把电池还充电，明天再做。这是第一个最像粽子的粽子，嘎。大家好，我是米可，今天是端午节，在这里祝大家端午节安康。包回来。端午节包粽子，今天你家的粽子是什么馅的呢？我这个粽子啊，好的可有来头哟。哦，要得，还是你这个到时候煮出来包子你吃啊？啊，没事啊。要求他们拿回去一个。好，你也来包。我们今天包的是腊肉蛋黄馅的，全家人齐上阵，每个人包的都不一样。这个小巧就是一个。哎，这个都是像粽子。你加了那么多东西。这是第一个最像粽子的粽子，嘎。我一下子分了都不行。人多力量大，不一会儿我们就包了几10个粽子。好。包不走。这个西瓜应该是我们今年吃过最甜的西瓜了。甜不甜？甜。吃着自己包的粽子，放着音乐，喝个小酒，圆圆今天真的好热闹呀！这个是我包的，没想得。历时3天，这个柜子今天终于要完工了。对于第一次做木工的小白来说，做成这样我已经竭尽全力了。从刚开始的切割机都不敢开，到独立完成一个柜子，这个过程怎么看怎么像人生。有了这次做柜子的经历，同时也积攒了一些做木工的经验，瞬间觉得对于接下来挑战滑轨推拉餐桌充满了信心。最后的柜门安装上去以后，再调试一下荷叶，留出合适的距离做边条，至此楼梯下面的这个储物柜就算完成的七七八八了。现在这个
柜子是搭好了，接下来我们就要做这个餐桌。这个餐桌是滑轨的，滑轨餐桌可以推拉，可以错开，可以变小。回龙村把20几年前的老猪圈改造成现在带花园的小别墅。大家好，我是米可，今天我要挑战对于我来说是高难度的滑轨移动式餐桌。有了之前做楼梯下面储物柜的经验，做这个餐桌之前还是要打框架找平间，不然后面的尺寸很容易变成一边大一边小。骨架扯好以后，需要固定一块底板，然后再把滑轨安装在底板上面。滑轨安装好以后，提前测试一下。没问题以后就开始裁板，制作衔接滑轨的边柜。这几天制作储物柜，各种工具都已经用得很熟练了。边柜我设计的是带储藏功能的，我是由下往上做，可以先底座的滑轮。这个滑轮是隐藏在边柜里面的，并且也是整个边柜的重量支撑点，所以一定要特别加固。下来我们组装边柜的储物格。到这里呢，边柜就大体成型了，我们试一下。地面呢有一些不平整，所以我们对柜体的底部需要再修正一下。修正好以后，再对边柜整体加固一下。然后今天就这样了，收工下班，明天再继续改造成现在带花园的小别墅。大家好，我是米可。上一期我们把这个移动滑轨餐桌的骨架以及边柜做好了，这一期我们来给它美化一下，把面板给它安装上。没有安装面板的这个桌子是会感觉有点晃的，因为太单薄，就靠个轮子做支撑。面板的尺寸一定要非常精确，也要考虑地面是否平整，有没有坡度，尽量在一块板子上面做裁切，这样面板与面板之间的衔接处缝隙才会小。面板裁切好，先用钉箱给它固定。安装面板一定要反复的推拉测试修正，直到桌子合上以后柜体严丝合缝为止。像这样我不说，你知道它是一个餐桌吗？最后一块面板安装上，天眼就黑了。再用手刨把所有的边条都修整一下，最后再试一下这个餐桌的推拉效果，还是可以的，隐藏效果挺好，推拉也比较顺畅。如果你家的空间也不大，可以收藏视频，然后自己也做一个。到这，今天的视频就是这样，收工下班，我们下期视频见。回龙村把20几年前的老猪圈改成现在带花园的小别墅。大家好，我是米可。上一期我们给这个移动餐桌安装了面板，这一期我们来给它做可折叠的桌面。桌面设计的3块免漆板，现在钉的是第1块，尺寸需要跟餐桌收缩以后的大小一致。桌面只固定在边柜这一边，然后再把下面滑轨与桌面的连接处钉上螺丝。接下来根据第1块桌面的宽度裁剩下的2块拼接在一起，就是宽60长1.4米的桌面。这个十字折叠扣件我研究了老半天怎么安装，它不常见，也不见师傅安装过，知道要开槽镶嵌在里面，但是我只有一把手钻，还有一把美工刀。哎呦，2把槽师傅开始上道了啊！一个扣件2个槽，4个扣件8个槽，想一想都是费手的一天。先用手钻把中间的槽做出来，再用美工刀把边上的浅槽刻出来。一个看似简单的扣件，光开槽就花去了4个多小时的时间。论工具的重要性啊！槽开好了，我们开始安装。这里需要注意折叠的正反，我第一次安装的时候就安反了，剩下的就很简单，几颗螺丝就搞定了。安装好后，桌面就可以90度、180度的折叠了。最后我们来验收一下这3天的成品效果。打开后桌面平整，目测承重100斤没有问题。
这样的移动滑轨餐桌你喜欢吗？回龙村把20几年前的老猪圈改成现在带花园的小别墅。大家好，我是米可。今天我们要做的就是把这条通往老宅基地的路修好。我总记得以前回老家的路特别难走，车开不进来，到处都是杂乱丛生的野草，下雨天鞋子就没干净过，时不时的还有小动物窜出来。所以从去年回来之前，我们就已经开始着手改造周边的环境。人都说廖小富先修路，路修好了，方便的不仅仅是我们自己，还有乡里的村民。因为口罩的原因，我们北海的民宿受到了很大的冲击，但也正因为如此，乡里的老家也产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所以无论怎样，只要我们的心中心存美好，眼里看见的就将是美好。至于这条路修出来是做什么的，等你关注我以后，慢慢的你就会知道了。今天把这个带收纳的榻榻米做好，房子改造的木工工作就算是结束了。改造后的这个房子呢，小而精巧。回乡下的这大半年时间，总觉得每天的时间都过得好惬意。乡里面的很多乡亲都说我在这瞎折腾，其实这个跟个人的习惯有很大原因。我想要城里面居住的便利性，还想要乡村清新的空气以及安静的氛围。人都说鱼跟熊掌不可兼得，但是我相信我很快就会拥有了。因为空间不大的原因，我把鞋柜也收纳进去了，中间是2个大的储物空间，这块板子放上去再安2个荷叶，这个榻榻米就大功告成了。房子设计了很多隐形的储物空间，但是空间感看上去并不拥挤。接下来就剩下软装了，如果你想知道它最终会变成什么样子，早上起来给花园加了一层薄片做的隔离带，因为我种的薄荷已经进入了疯狂的生长期，如果任由它继续生长下去的话，我的小草坪就该换品种了。楼梯的这面墙是需要做色调处理的最后一面墙，然后再给室内的所有墙面再上一层皂面漆，到这里所有室内墙面的工作就完成了。却改变每个人的颜容。曾经以为长大是个遥远事情，不知什么时候已风起云涌。时光肆无忌惮地流过指缝，多少青春画上行色匆匆。今日份视频分享就到这里，感谢你的耐心观看，我们下期再见。回龙村把20几年前的老猪圈改成现在这样带花园的小别墅。今天我们要把这里的地坪打了，还有门口的这一片洼地，这个塘水打了以后它就不会水往屋里灌了。这个位置是我们刚平整出来的一个小院子，以前不要的杂物啊旧物啊都堆放在这里。整个面积不是很大，总共加起来不到10个平方。我准备在这小小的一块地方上面做一个窑，平时烤个肉烤个鸡做个披萨呀什么的就刚刚合适。有2、3天没有更新了，是因为这2天干的活都特别的杂，很多事情都没来得及拍视频。现在正在做的是地面处理，地面刷的是皂面漆，来回反复刷了3遍，直到干透用了2天时间。接着就是把室内的水龙头呀、灯啊没有安装完的都给它一次性安装完。这几天一直都在陆续的进行收尾工作。我不想形容它有多漂亮，只能说按着设计，它正在变成我想要的样子。我们只能装个便宜了，现在可惜哦，买一个这么好的用不成了。当然中间也会些许有些遗憾，也谈不上翻车，功能都是一样，只是变换了使用方式而已。最后把这个置物架安装完，今天的视频就先更新到这里。我是米可，我们下期再见。
今天重新改造房子这段时间，被我遗忘在杂草堆的小多肉。改造这段时间，他们完全靠老天爷养活着。有时候就是这样子，精心呵护的，都有恃无恐。不去管它，反而长得生机勃勃。给它们换一个花盆，马上颜值在线了。以后这个位置就是多肉的专属了，期待它的家族越来越壮观。孩子很喜欢在这写作业，鸟语花香，潺潺水声，总是格外的让人心静。小花园整理好，接下来是我的菜园。今年的瓜果蔬菜长势都非常喜人，很多都已经挂果。西瓜也有出球大了，南瓜实性都已经50了。老公说这个品种可以长到100-200斤，小菜现在已经吃不过来了。第3茬的玉米都已经长这么高了，老品种的黄瓜每天可以收获6-7根。乡村里面的日子自给自足，想种什么花种什么花，想吃什么蔬菜1-2个月的事情。这些是城市里面望尘莫及的惬意。城市里面有套房，乡村里面有座院子，这是不是大部分人向往的生活呢？如果你也喜欢这样的生活，欢迎到我家来做客哟。回农村亲手把20几年前的老猪圈改造成现在带花园的小别墅。大家好，我是米可，今天把窗帘杆安一下。先把需要打孔的位置定位好。打孔呀是个技巧活，普通的女孩子还是教师傅的好。孔打好以后，其实安装就很简单了。衣柜门用的是滑轨。窗帘杆安好以后，安装空调的师傅也过来了，后面干活就不热了。凉快一点，再把外面的花台砌一下，这个位置用花台隔一下，这样以后推开门就能看花了。接下来就是准备材料，我要挑战做楼梯的楼梯扶手。感谢大家的一路陪伴，今天的视频就先到这里喽。回农村把荒了20几年前的老猪圈改成了现在带花园的小别墅。楼梯扶手我准备做那种最简单的，一是因为太复杂的不适合我们这的风格，二是因为这种简单的我感觉好像应该要好做一些。在木材市场买的木料我已经让师傅帮我爆平了，拉回来后我再把每根木条都给它加工一下。网上买了开槽的工具，开槽就规范很多，工整很多了。所有的槽开好是这个样子，再用白乳胶把加工好的立柱嵌进去就可以了。还是可以，毕竟第一次做，给自己给个90分。再把它搬到楼上去试一下，看看效果。好像还不错，感觉立马就出来了。再量一下它的间距，看是否均匀。现在再来做固定扶手的卡钉。材料我这里用的是盖屋顶树脂瓦剩下的7公分长的钢螺丝钉，做好就是这样子的，一般安装在立柱上，在木桩的这头卡进地面卡好的孔里面，这样扶手就能隐形的牢牢的固定在地面上了。每个孔对好以后就是大力出奇迹，让扶手的每个间隙都严丝合缝。我们来看一下做好后它是什么样子的吧。回农村把荒了20几年的老猪圈改造成现在带花园的小别墅，从过完年开始改造到现在刚好是122天。楼梯扶手是放在最后来做的，到目前为止扶手的材料我们只花了300块钱，浏览了网上的价格，300块钱刚好购买2根立柱，更别说请师傅来做了，这点活太少了。现实逼得我又学会了一项技能。上一期视频有粉丝说楼梯可能不够安全，其实这一点完全是可以放心的。且不说这是我们自己住的房子，安全问题肯定是放在第一位的。再者，楼梯运用了榫卯结构，还加了钉子，并且楼梯的固定点全部都是固定在墙上的，江水干透以后，楼梯就非常牢固了。做好了2个横的楼梯扶手，接下来才是难度最高的斜角。
要把这样的笋头，然后改成这样子的。这个槽不好开呀。这个斜着的槽确实非常难开，角度没办法直观，所有的槽只能完全凭手感。再把每根立柱安上钢钉，每个安装立柱的孔打上结构胶。做好这些准备，然后再把每根立柱给它安装上。接下来再把扶手安装上去。这样楼梯的大体结构就做好了，今天只剩再次加固、打磨跟上漆了。反正我挺满意的，你觉得呢？这期我对楼梯进行了加固，然后现在进行打磨。打磨后的扶手摸起来要光滑一些。再把直角导圆。打磨好后，我们就开始上漆。木蜡油加上几滴柚木色色浆，颜色既不会太深，又能保留木头原本的纹路。这是刷完第一遍的样子。趁它干的时间，把上次组装的椅子也刷了。干透以后上第二遍漆。第二遍漆上好以后，楼梯基本就这个样子了。回龙村改造封了20几年的老猪圈。这几天的天气真的是太热了，稍微干点活就大汗淋漓。今天就组装了一个厨房的吊柜。这个储物间本来打算用窗帘遮住的，做扶手的时候还剩点木头，索性就把它用了，做成窗户吧。木料也没有合适的尺寸，只能按着材料有多大做多大了。窗框做好以后都先打磨一下。泥板没有，那就用竹帘代替吧。这个竹帘也是以前剩下的，也算是物尽所用，电费为宝了。然后两个窗户做出来就是这个样子的，我觉得还是挺好看的，大家觉得呢？窗户做好了，接下来就是根据窗户的尺寸给它安装在储物间上了。回龙村改造荒了20几年的老猪圈。大家好，我是米可。昨天做了2个窗户，今天开始安装。我整体把窗户往里推了40公分，这样这个位置就多出来一个40公分左右的台子，可以把电脑呀放在这个位置，看个东西写个东西也比较方便。这下子差不多了。窗户安上去以后需要调整一下，因为做右边窗户的时候有个角是斜的。调整好，我们就开始封4边的边墙。这个应该是最后一块板子了嘛？再把顶上的衔接处用线条美化一下，边上我就用剩下的吊顶集成板，然后给它镶了一块。到这里，这个储物间封好的效果就是这样子的。顺便呢，把衣柜晾挂区的架子也做好了。夏日炎炎，这段时间的气温都特别高，小院儿种的薄荷也到了可以采摘的时候。炎热的天气配上一杯清凉解暑的薄荷茶，那也当真是极好的。先会把这个给做茶，重新等它长熟。
定啷个做了呢？哎呀，你看你们后头看了一大堆嘛，把它剪了噻。好，这儿你看，都这么高了。哎呀，剪了好吃。我们今天炒薄荷。摘下来的薄荷只选最嫩的芽以及最嫩的叶子。这就是做薄荷茶的原材料，剩下的枝干选一部分去扦插，留下的全部拿去晒干。不知道这一盆嫩叶能做多少茶。叶子洗干净，通风晾了一晚上，我们就可以开始制作薄荷茶了。第一步揉茶一定是要在叶子有一点泥儿的情况下，这样制作好以后的茶叶泡出来才是。茶叶揉成这个样子就可以摊开晾一会儿。晾一会儿，然后揉搓一下，然后我们就可以进行下一步的炒制了。炒茶的锅一定要保持无油的状态，开最小的火，然后用手不断的翻炒。这个时候一定要特别小心，动作比较危险，所以不要轻易模仿，不然很容易变成不是炒茶而是炒肉的结局。叶片炒成这样就可以出锅了。盛出来放凉以后，我们就可以装罐了。这样做好的薄荷茶随取随泡，可以长期保存。如果家里有吃不完的薄荷，可以尝试做薄荷茶哟。对，它是个缝纫机。严格意义上来说，这台缝纫机应该是我们家的第一台缝纫机，特别的小巧简单。研究了一下说明书，这个应该有手就可以操作吧。买它的原因是因为前段时间我买了一批纱布回来，成品的这种窗帘我看了一下好贵，所以就买了原材料，准备自己动手做个窗帘，先裁到合适的尺寸再缝制。操作很简单，看得出来这是我第一次用缝纫机吗？一天时间做了2副帘子，这个料子真的特别好，既轻薄，垂感又特别好，挂上以后感觉立马就出来了。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它成品的样子吧。这是之前做篱笆剩下的防腐竹，现在刚好派上用场。架子我做了简易的，这样就可以了。上面架子做好，再把下面的高度给它固定一下，沿着屋檐也给它做成斜坡的样子。一直在想怎么给它固定，是立桩子还好呢，还是用其他的方式？做木桩立柱呢，就是有一点当事儿，所以最后还是做的这种悬空的，先用钢丝给它吊在梁柱上就行。可能它用不了多久，也许就1-2年时间，但是也足够了。2年后的小花园应该设备都升级了吧？就这样把它左右固定一下，如果实在太重的话，中间再来一个就可以了。最后再给这2颗葡萄各立一根爬藤柱，接下来就把它交给时间。今天视频就是这样，我们下期再见。大家好，我是维可，最近忙着练摊，所以没有及时更新。为了生活，请大家多多谅解。今天这期视频主要分享李子柒同款大地面膜窑的制作方法。这个窑用到的材料很简单，准备细砂、石子、金酒瓶还有粘土就可以。基座用1层细砂、1层石子。再铺1层空酒瓶，酒瓶铺好以后，再1层细砂，1层石子。
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保温。当窑内的温度达到一定高度的时候，停火以后不至于温度流失过快。然后再在做好的基础之上加一层砖块。砖块铺好以后，用一层细沙填满砖块的缝隙。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就开始挖泥巴。这个泥是我们从砖厂拿回来的，是制作红砖的原材料，用它来制作这个窑再合适不过了。它不是沙土，也不是纯粘土，使用之前把它过筛，一定要最细的那一部分。然后用沙我们来给它做一个模具。沙堆模具做之前一定要先给沙喷上一点水。喷上水后它就不容易散掉了。模具做好以后，再在上面铺一层纸，这也需要打湿，然后再给它插2个出气孔。做好这一步开始和泥巴。和好的泥，我们再用摔打的方式把里面的空气排出来。可以沿着模具开始做第一层，剩下的就很简单了，玩过泥巴的人都会做。就是做这一层的时候，记住一个小技巧，不要给它做得太光滑就可以。然后依次再给它排一层空酒瓶，剩下的泥我们加点稻草，工作于窑的最外面一层，比第一层泥稍微和稀一点就可以。和好以后，我们用摔打的方式，厚度高过于啤酒瓶1-2公分就可以了。这个窑做好以后，整体就是这个样子。接下来就是等它慢慢干透。这期的视频我们就分享到这里，下期再见。